美国前2天突然大发慈悲，说是允许英伟达把那个最牛的 H200芯片卖给中国。这按照美国人那剧本这个消息一出来，咱们中国这边得什么样？得痛哭流涕啊，得跪下天恩呀，得敲锣打鼓的说杨大人终于赏饭吃了呀。结果呢，咱们这边那是波澜不惊，甚至可以说是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虽然没有明着发文说拒绝，但是那个态度摆明就是没接着茬儿。这一下子给白宫那帮老爷们儿给整不会了。这叫什么呢？这就叫热脸贴了个冷屁股。我看彭博社报道说那个白宫搞 AI 的负责人一脸蒙圈，在那说：“哎呀，中国对我们的芯片反应怎么那么冷淡啊？”我觉得吧，他们可能是想搞独立自主。这话传到马斯克耳朵里那是哈哈大笑最后补了一句：“晚了，晚了。”这2个字太精辟了你说这个时候咱们是该谢他还是该抽他呀？那马斯克笑什么呢？他笑的是美国政府那股子迷之自信他笑的是那帮政客还在做着万国来朝的春秋大梦呢以为只要自己一松口，咱们就得像饿狼扑食一样冲上去。这事透了那么一股子解气。那以前呢，是他们在那边卡咱们脖子，列什么实体清单，今天是进这个，明天是进那个。那现在呢，风水轮流转轮到咱们晾着他们了。潜台词就是对不起你们那玩意儿我们好像没那么稀罕了。这不仅仅是个买卖问题，这是个骨气问题，更是个底气问题。今天我就跟大家好好聊聊这股子爱答不理背后的门道。那咱们得先琢磨琢磨，美国人这个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怎么就突然转性了？那前2天还是喊打喊杀呢，要把这个中国 AI 掐死在摇篮里，怎么突然就要卖这个 H200这种高端货了？你要是觉得他们是回心转意那你可就太天真了这帮美国政客那个心眼比莲藕还多。那首先呢，那是想赚钱想疯了。你看到那些数据没自从这个美国搞制裁，英伟达在中国的份额那是飞流直下3000尺以前的都是基本垄断，后来出了个什么阉割版的 H20， 性能砍得跟残废似的，价格还死贵咱们中国企业又不傻，凭什么买你的残次品那结果就是英伟达急了，华尔街急了，这再不卖中国市场就真没他们什么事儿了。那其次呢，就是想搞倾销战略，这就叫温水煮青蛙。他们看这个中国自己的芯片做起来了，这华为的升腾起来了，寒武纪起来了，他们就怕了呀。他们现在的策略是赶紧把这个高端芯片放开一点，把你们中国刚刚冒头的国产芯片给挤死。只要你们中国企业继续用惯了英伟达，那你们的国产芯片就没有市场，没有数据，没有生态，最后就得死。那等咱们的国产都死光了，你猜怎么着？他们肯定反手就是一个涨价，或者再找个理由给你断供，这就是赤裸裸的阳谋这就是想让咱们永远当打工仔，永远被锁在产业链的底端。而且我听说这一次虽然说是放行，但是它还有个附加条件说什么要上缴25%的收入给美国政府还要签一堆不平等的条约。你说这哪是做生意这是收保护费来了呀。那咱们中国人那是吃过大亏的想当年咱们的大飞机，咱们的汽车多少次就是因为信了造不出买的鞋，结果被人家卡了几十年那现在到了 AI 时代，到了数字经济的命门上，咱们还能再上这个当？所以说这一次的没接招，那就是咱们看透了。那芯片是什么呢？那是数字时代的粮食粮食要是攥在别人手里那这饭碗就不稳当美国人手里面那颗糖看着甜，里面裹着砒霜呢，谁爱吃谁吃，反正咱们中国是没那个胃口伺候了。那这个事儿一出呢，还没等这个美国人哭完呢，英国那边的金融时报先跳出来了。这个英国媒体它向来是美国的跟屁虫，他们爆个料说咱们中国政府搞了个 AI 芯片采购名单，那里面呢只有2家企业，一个叫华为，一个叫寒武纪。那至于那个什么英伟达，还有那个 AMD 通通没上榜。然后这个英国媒体就开始在那阴阳怪气说什么中国搞贸易保护排挤外资不让外国企业参与竞争我就想问问这帮英国记者你们脸红不红当初美国联合你们这帮小弟满世界追杀华为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贸易保护呢？那当初美国禁止高端芯片卖给中国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喊公平竞争呢？合着你们的锁门就是维护国家安全，我们的锁门就是排挤外资这双标玩的那是真溜
哎，再说了，咱们选这个华为和寒武纪啊，那就是单纯为了保护本土企业吗？错，那是为了活命啊，那是为了不被掐死。看看现在的局势啊，AI 那是大国博弈的主战场，是未来的核武器啊。如果咱们的 AI 模型全是跑在美国人的芯片上，那就相当于咱们把这个心脏交给了别人保管啊。那万一哪天打起来了，人家一个远程指令，或者是直接断供，咱们的银行、电力、交通、军事系统瞬间就得瘫痪啊！这个风险谁担得起啊？所以啊，这个名单那就是个态度，就是个宣言，在核心领域，在命门上，咱们必须用自家的东西。而且啊，你别以为咱们是硬撑，现在的国产芯片早就不是当年那个无瑕猛了。哎，你看这个华为的升腾，那个性能啊，那是真的能打呀，可能跟英伟达最顶级的还有点差距，但是在集群算力上，咱们是一点都不虚啊。还有这个寒武纪啊，人家那是专门做 AI 芯片的，从云端到终端那是全覆盖啊。那个4元系列啊，能耗比那是相当漂亮啊。英国人与其在那替美国主子鸣冤叫屈，那不如好好想想，为什么中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这2张牌打出去啊？这就是被逼出来的呀。就像当年搞那个2弹1星一样啊，你越封锁我越强，你越不带我玩，我就自己造个场子玩。咱们老百姓说话得讲证据，不能光吹牛。你看看这几年的数据啊，那叫一个漂亮啊！2023年咱们中国半导体产业销售额突破了1.2万亿元，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实打实的银子呀！与此同时，进口芯片的数量下降了10%还多，这就说明咱们自己能造了，说明咱们不依赖别人了。你可能不知道，这背后啊是多少人的血汗啊！前2天啊，我听一哥们儿说，他在合肥那个研发中心，那是真的灯火通明啊。凌晨3点，咱们的工程师还在调试设备，还在改代码。上海临港的晶圆厂那是24小时不停机，从长江存储做存储颗粒，打破韩国人的垄断，到长鑫存储做内存，再到光刻胶、EDA 软件这些卡脖子的细碎环节啊，咱们是一点一点硬生生的把这个短板给补上了。华盛顿那帮坐办公室的官员啊，他们哪懂这个呀？他们以为签个字儿、发个禁令就能把中国给吓趴下，他们忘了啊！中国人最擅长是什么？是绝地反击。咱们这个民族，你对我好，我可能还懒洋洋的，一旦你要弄死我啊，那我的潜力就全爆发出来了。当年的原子弹是怎么造出来的？是苏联撤走专家，美国搞核讹诈，咱们是勒紧裤腰带算出来的。现在的北斗导航是怎么出来的？是欧洲人要把咱们踢出太空计划，咱们一咬牙自己打上去的。现在的芯片也就这么回事儿。白宫那位萨克斯官员说啊，中国想要实现半导体行业的独立性，我听着这话都想笑。这还用你说？还用你认为？这早就写在咱们5年规划里了，早就刻在了每一个中国工程师的骨头里了。这不是秘密啊，这是阳谋。我们就是要做独立自主，我们就是不想看你们脸色。现在才反应过来，嘿嘿。正如马斯克说的，晚了，黄花菜都凉了。现在啊，最难受的其实不是咱们，是美国。他们现在得了一种病，叫霸权不适应症。这几十年来，美国是习惯了当老大，这手里边拿着这个技术大棒，看谁不顺眼就敲谁。当年的日本东芝、法国的阿尔斯通，那是被整得服服帖帖啊，最后不是被收购就是被打残。美国人觉得啊，中国也是一样，只要我一卡脖子，你就得跪地求饶，就得拿几千亿美元来换我的技术。结果这次呢，踢到钢板上了呀。他们发现这个制裁的大棒挥下去，不仅没有把中国给打死，反而把中国的内功给逼出来了。那现在呢，他们是处于一个特别纠结的状态。想封锁吧，怕这个中国彻底独立，以后连低端市场都没了。那想卖货吧，又怕中国技术进步太快，威胁他们的地位。那一边放行，一边又想搞什么30个月的禁令，这就叫精神分裂啊！你看那个白宫官员的语气啊，那种中国竟然拒绝了我们的好意的惊讶，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们骨子里还是那种傲慢啊，觉得我给你那是恩赐，你怎么敢不要呢？这种傲慢啊，正在毁了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这种既当裁判又当球员的玩法，已经把全球的信任给耗光了。那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都看明白了啊！美国的技术是不安全的，美国的供应链是随时可能断掉的。以后谁还敢把这个身家性命全压在美国身上啊？这场芯片大战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咱们在某些顶尖知识上确实还是有差距的。但是啊，那个只能任人宰割、被人卡着脖子喘不上气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咱们没接美国 A700芯片那一刻起啊，这个剧本就已经换了编剧了。那以前呢是这个美国人写剧本，咱们当群演。现在中国人要自己写剧本，自己当主角。
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你对这事咋看呢？评论区聊聊。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